我是瓜皮儿。闪电侠第5季前情提要：拉尔夫和夏洛克的名侦探组合让老禅师的真实身份逐渐露出了水面。凯瑟琳也发现了父亲并没有死，而是被迫躲在了什么地方。找到父亲也许就能唤醒冰霜杀手。相比之下，最悲惨的直属艾瑞斯。和诺拉之间的误会越来越大，诺拉已经连续几天没有来过实验室。白瑞前去阻止一起盗窃案，犯人接力了赃物后分头逃跑，白瑞抓住一人后却忽略了另外一个。诺拉此时赶到，不听艾瑞斯的劝，直接拦住了逃犯，却忽略了行人这个要素。若不是白瑞赶到，肯定要出现伤亡。回到实验室，艾瑞斯就对女儿疯狂输出，训斥她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。然而未来的20多年里，诺拉早就听够了，这老婆女儿都惹不起，白瑞只能先撤了。隔壁屋子，众人商讨着老禅师的真实身份，因为诺拉无形之中的一拳导致卫星碎片改变了轨迹。夏洛克结合所有已知条件缩小了搜索范围，可这还是需要卫星的帮助。现在他们暂时还没有这个条件，只能先帮助凯瑟琳找爸爸。希斯科有伤在身，只震波到了凯瑟琳父亲托马斯的办公室。琐碎的线索被夏洛克拼凑后得到了答案：豪德逊大学。和斯坦因博士曾在的学院一样，4个人立马来到了办公室。希斯科把震波中看到的公式写在了黑板上，夏洛克一眼就看出了这是制冰公式。凯瑟琳破解后得到了一个名字，希腊神话中统治冰雪国度的雪神。显然托马斯早就知道凯瑟琳体内有冰霜杀手，希斯科不顾手上有伤，再次开始震波，得到了进一步线索，手上厚厚的纱布也渗出了鲜血。4个人来到了一间化学工厂，这里很多年前就已经因为火灾报废了，唯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唐豪瑟研究院的箱子。早前拉尔夫和凯瑟琳就去找过他，根本没问出任何有用的线索。希斯科抱起箱子准备再次震波，鼻血瞬间涌出，希斯科倒地昏迷不醒，伤口上依然有闪电匕首的残留物。深夜，一对有钱人终成眷属，男人把一条几百克拉的项链送给了女友，为第2天的婚礼精心准备。情侣离开房间后，盒子里钻出一个4肢扭曲的怪人，一头脏辫，戴着裂纹的面具。只见他一拳下去，把自己的手砸成了 A4 纸般大小，伸手敲开了首饰盒。走之前变态地照了照镜子。女主人回到屋子，只看见了一个脑袋旋转180度的妖怪。警方一大清早就来到了现场，白瑞只发现了一缕残留的头发。回到实验室，白瑞便开始比对 DNA， 一直到晚上才有了结果。可结果却出人意料，头发是人类的头发， DNA 却不是。同一时间，怪人又开始作案了，他爬出通风口，准备下一步计划。有人报了警，白瑞立马赶到了现场，只看见一个扭曲的身体爬进了通风口。白瑞还没反应过来，楼内的炸弹就已经被引爆，大楼轰然倒塌。白瑞赶在最后一刻救出了人质，怪人再次扭曲的从残骸中爬了出来，仅仅是衣服破了几个窟窿。这种瘆人的转化人，白瑞也是第一次见。如果他的肢体可以扭曲，那么指纹也可以。白瑞早前从大楼残骸提取到了部分通风管道的碎片，根据扭曲的指纹，他们定位到了一个人，彼得，是一个典型的富二代。恰好赶上彼得他妈今晚开慈善晚会，白瑞准备和艾瑞斯去参加，顺便戴上意式手铐，随时动手。彼得他妈是一个狗眼看人低的资本家，根本瞧不起白瑞夫妇。听说自己儿子涉嫌违法，他反而更加不在乎了，转身就去招呼土豪们。也难怪彼得变得这么诡异，既然来了，白瑞就不准备白来。2个人跳起了舞，而彼得一直在暗中注视着这一切。另一边，诺拉和塞西尔奶奶聊起了家里的各种糗事，特别是白瑞小时候干过的调皮事儿。塞西尔想借助小时候的事儿告诉诺拉，艾瑞斯其实非常善良，他帮助白瑞度过了童年最黑暗的时刻，隔代亲真的不是白说的。同时，白瑞独自在家接到了艾瑞斯的电话，艾瑞斯查出了彼得的动机。彼得在这种家庭里成长最缺的就是爱，所以他想偷走所有人心爱的东西，借此报复社会。此时彼得静悄悄地出现在了白瑞身后，毫无戒备心的白瑞就这样被绑架了。诺拉这会儿和塞西尔去逛街，2个人根本没带手机，没有急速者的话，这场营救会非常困难，就连希斯科也受伤无法帮忙。艾瑞斯扛起他娘的意大利炮，和拉尔夫赶去了现场。这段时间，拉尔夫从漫画书里学习了全新的赶路技能，现在的他跟蜘蛛侠没什么两样。白瑞这会儿被戴上了意式手铐，悬在了100米高楼的边缘。扭曲的彼得抓他也就一个目的，让多事的艾瑞斯感受一下失去爱人的感觉，主要还是报复社会。当初彼得就被充满暗物质的卫星碎片压成了肉泥，这才让他变成了现在这副模样。此时拉尔夫2人赶到，回到家的诺拉看着一堆未接电话，立马赶去了现场。彼得二话不说把白瑞推了下去，艾瑞斯立马跟着跳下大楼，在空中为白瑞解开了手铐，2个人这才平安落地。
艾瑞斯这一壮举被女儿全程目睹，拉尔夫轻轻松松抓捕了彼得。艾瑞斯今晚证明了自己，诺拉对老妈的看法也有所改变，加上塞西尔的帮助，促使他们变成了真正的母女。白瑞躲在角落里笑出了声，而夏洛克和拉尔夫联合推理出了托马斯的最佳藏身地。如果有个地方连凯瑟琳的妈妈唐豪瑟都不知情的话，只有一种地方可以，已经被政府遗弃的安全屋。这是唐豪瑟当年专门用来研究治疗疾病的地方。可是没有卫星的他们也无从下手。希斯科想到了一个办法，迪沃当初发射了5颗卫星，其中1颗被打了下来，但其他4颗依旧在太空中。而迪沃设计这些卫星的目的就是同步运行。希斯科破解了1个就破解了所有，现在他们同时拥有了4颗卫星当耳目，这对调查老禅师也有极大的帮助。这会儿老禅师又盯上了一个转化人，匕首就是他的侦测器。女人一直默默无闻地生活在这个城市，麻烦找上门她也不怕，身体可以随意变成金属武器，几刀下去连老禅师也中了招。然而闪电匕首抑制了他的超能力，没过几分钟就被老禅师打死了。实验室这边，众人利用卫星确定了46个碎片掉落地点，其中1个就是老禅师的受害点。加上希斯科伤口上的暗物质级别高的吓人，卫星上能够达到这么高级别的只有注射暗物质的核心。闪电匕首就来自核心，只要找到核心掉落的位置就能找到老禅师。艾瑞斯、夏洛克和诺拉负责去寻找核心掉落的地方，拉尔夫则去找乔帮忙调查老禅师父亲的身份。就剩拜瑞3人，去找托马斯成了他们唯一的选择。有了卫星后，他们很快找到了位于北极的安全屋，3个人整装待发，传送到了北极，一片冰天雪地里找到了安全屋。白瑞拉着2人穿墙进入内部，在里面，凯瑟琳找到了消失了10几20年的父亲托马斯。几年前，斯旺伪装成威尔斯就和托马斯合作过，在那期间留下了实验室的监控视频，直到最近才有了图像，只可惜是单向视频，他无法联络外界。托马斯之所以在这里待了这么多年，是因为他得了渐冻症，他尝试以毒攻毒，用低温治疗，然而这样病情更加恶化，万般无奈下才把自己隔离在了北极。在自己刚刚研发出解药后，这间安全屋就被遗弃了，于是就被锁到了现在。这么多年就靠着冷冻仓库休眠活到了现在。凯瑟琳一心软，把父亲接回了实验室。然而这个故事漏洞百出，希斯科打算查出托马斯的真正目的。另一边，拉尔夫没有找到乔，却找到了摩拳擦掌的塞西尔。2个人组队开始调查近期接受过社区医疗帮助的人，老禅师很可能就在其中。其他3人的行动也不顺利。诺拉从一开始讨厌艾瑞斯，到现在想要接近艾瑞斯，这已经严重影响了他的搜查进度。夏洛克在他们聊天的时候已经想到了最佳解决办法，3个人又来到了湖边。夏洛克慢悠悠地喝起了茶，边喝边唱了2个小时，只剩一脸懵逼的母女在一旁看着。终于他们 get 到了夏洛克的提示，迪沃启蒙计划开始的时候，这片湖正在举办嘉年华，如果老禅师是父亲的话，一定会带着孩子来玩，但附近根本没有找到卫星核心。夏洛克再次暗示2人核心就在水里，诺拉立刻开始水上漂搜查核心，而凯瑟琳母女俩还在公园漫步。忽然托马斯昏死了过去，皮肤表面已经结了冰，他治好了自己的渐冻症，却让自己得了更加严重的疾病。每当他情绪激动的时候，身体就会迅速结冰，这种迹象像极了冰霜杀手，而且渐冻症是会遗传的。当年为了不让女儿患病，托马斯也对凯瑟琳进行了治疗，弄巧成拙的让她变成了冰霜杀手。如果凯瑟琳都有双重身份，那托马斯一定也有。尽管托马斯一口否认，希斯科却依旧表示怀疑。凯瑟琳准备利用自己的血清为父亲进行治疗，说不定这会救托马斯一命，但他们需要国防部的一套设备。希斯科百般不情愿，还是得帮忙。在想办法黑入国防部的时候，希斯科回忆起了斯旺。有了受骗经历的他重返了安全屋，不去不知道，一去就吓尿啊！各种侦波告诉他，托马斯此行不怀好意。这边凯瑟琳的血清已经制作完成，希斯科赶过来直接戳破了托马斯的阴谋。托马斯早就变成了冰霜杀手了，另一个人格一直在促使他利用凯瑟琳，可凯瑟琳刚刚和父亲重逢，根本不相信这些胡话，为此还和希斯科大吵一架。现在就连拜瑞都起了疑心，他主动去劝说凯瑟琳。托马斯的故事有太多的自相矛盾的地方，看着手里的血清，凯瑟琳也冷静了下来。如果人类注射血清则能够起到抑制效果，可如果托马斯有双重人格，这一针下去，善良的一面则会被邪恶吞噬。想到这一切的凯瑟琳直接找托马斯想问个清楚，托马斯也摊牌了，他就是冰霜杀手，一口寒气吹晕3人后带走了血清，在醒来后说什么都晚了。卫星显示一股寒气出现在了国防部，为了不让他成功注射血清，全员出击来到了国防部。
零下几百度的低温，拜瑞和诺拉根本跑不起来，希斯科和拉尔夫也呼吸困难，低温已经冻结了二氧化碳，4个人再有1分钟就会被活活冻死，只有凯瑟琳能够抵御低温。眼看着冰碴子溅满小伙伴的全身，情急之下，凯瑟琳怒吼一声，冰霜杀手在关键时刻现身保护所有人，血清也随之破碎。托马斯压根打不过身强力壮的冰霜杀手，使出一招苦肉计后飞上了天，不知踪影。万幸的是，冰霜杀手又回来了。希斯科把威尔斯的神经缓冲器给了凯瑟琳，这足以帮助他和冰霜杀手完成无变身交流。在托马斯搞事情之后，其他2组小队就已经完成了任务。卫星核心被带回了实验室，上面的确有一个闪电匕首的缺口。拉尔夫这边虽然没有查到老禅师的身份，但他们查到了唯一一个被卫星碎片击中的女孩。这个孩子8成是老禅师的女儿。老禅师这边虽然不久前被女人砍伤，但他杀死的转化人为他提供了电力。现在的老禅师反而更强了。我是瓜皮儿，我们下期见。